欢迎回来。包括中国中东欧合作在内的中欧关系近来出现困难。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表示，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既有双边关系的原动力，再加上中欧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一并推进，三个引擎协同发力，何乐而不为？针对一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质疑，王毅强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聚焦经贸务实合作，从来没有地缘战略意图，更无意搞什么势力范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立至今已9年。王毅在会见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新兴跨区域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积累了有益经验，形成了成功做法。主要可概括为：坚持务实合作属性，坚持开放透明理念，坚持协商自愿原则。这一合作旨在促进中东欧国家加快发展，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促进中欧关系获得新的动力。中国中东欧合作有其现实需求、内在动力和独特价值。中方一直致力于同中东欧国家发展好双边关系，这是根基。双边关系发展得好，可以为区域合作提供更好条件、更佳环境。同时呢，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区域合作可以整合地区资源，发挥规模效应，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开辟新的前景。所以，应该说，两者可以彼此促进，不必相互排斥。王毅说，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既有双边关系的原动力，再加上中欧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一并推进，三个引擎协同发力，何乐而不为？实际上，这次呢，王毅外长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双边区域和中欧关系的这样一种有机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呢就可以看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跨区域和中欧关系这三个平台它可以有效的相互促进。无论从逻辑中还是从现实中呢，应该说都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三个引擎，而且把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说清楚实际上是可以有力的回应这个来自于外方的一些疑虑。今年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我国今年首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针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形象提出了17+1大于18的合作信念。不过，近来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中国与欧盟合作带来负面影响。立陶宛日前退出中东欧与中国的17+1合作机制，欧盟也暂停了中欧投资协定。针对外界质疑，王毅表示，中方一直强调，中国中东欧合作要遵守市场原则和欧盟标准，尊重参与方协商一致，合作的共识要向各方开放，合作的成果要惠及各方。中国和中东欧合作聚焦经贸务实合作，不涉及军事安全的领域，也从来没有地缘战略的意图，更无意搞什么势力范围。这一合作有利于实现欧洲整体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王毅又强调，无论是双边关系、中国中东欧关系，还是中国欧盟整体关系，都是中欧人民之间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中欧彼此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欧盟的机制，它尤其是在它的经贸领域，它有共同的这个商业政策，这个跟中东欧机制的存在并不产生矛盾，因为在中东欧机制中间，我们并没有把那个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单拿出来形成一个自贸区，形成一个关税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区机制。从这个中东欧机制来讲，它更具有灵活性。本身来说呢，有助于双方对一些具体的一些经贸合作来交换意见，来推动“一带一路”一些具体项目的进展。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也在同王毅的会谈中高度评价了塞中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的合作。他表示，这些合作为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天，王毅还同波兰外长拉乌举行会谈。拉乌是今年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外长。王毅表示，中波两国各层级和各个部门始终保持沟通，特别是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双方拥有足够的经验、智慧及能力，能在新形势下不断开辟两国友好合作新局面。拉乌表示，波方一直主张在国与国交往中，应通过对话沟通减少摩擦，扩大共识，聚焦合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选择，双方应冷静看待分歧，力争妥善处理。波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理解并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愿为欧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做出积极努力。继3月底、4月初在福建接待东南亚4国及韩国的周边5国外长访华，此次是王毅年内第2次在国内密集接待相关国家的外长访华。而本次主场外交聚焦的是中欧议题，除了塞尔维亚与波兰，王毅还将与来华访问的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举行会谈。主场外交呢，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通过主场搭台，然后呢，可以把很多双多边的议题呢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能够在主场能够体现出中方在设置议题，包括在引导这个交流和这个对话的氛围方面呢，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日前，王毅还在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时发表演讲，表示，当前围绕中欧关系的定位有各种议论，双方是竞争、对抗还是合作，彼此是对手、威胁还是伙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那就是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始终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始终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王毅表示，中欧投资协定高度互利，欧方一些人将不同性质的问题任意挂钩，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不可接受，也绝对行不通。中欧合作是大势所趋，在中欧之间搞政治对抗和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也不可能长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王毅外长邀请爱尔兰、波兰等欧洲4国外长访华，那如此密集的外交活动，其意义何在呢？在美国的搅和下呢，中欧关系今年呢再一次的面临着新的考验。围绕新疆问题，这个欧盟呢罕见的对中国官员实施所谓的制裁，引发了中国对欧盟个别人的和机构的反制裁。这欧盟呢因此冻结了去年年底欧盟与中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议，中欧关系呢陷入了僵局。那么从此背景所关联的另外一件事呢，是立陶宛最近呢以所谓新疆人权为理由，宣布退出中国和中东欧17+1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对中欧关系、中国和中东欧这个关系呢投下了阴影。那么为了打破中欧关系僵局，这个维护中国和中东欧17+1机制，中国外交部呢邀请了欧洲4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呢来中国访问，力图呢这个夯实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那么受邀来华的4个国家呢，除了西欧的爱尔兰以外，其余3个国家呢都是17+1的成员。而17+1机制呢，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17+1合作机制呢，形成了已经有9年了，那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你比如说呢，这个务实合作、开放透明、坚持协商自愿原则，那么尽可能呢从各国的实际出发，与中国加强经贸和投资关系，不受或少受某些大国的负面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中东欧国家呢与中国有传统的友谊，他们呢对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过程呢，有比较公允的认识。那么他们呢到中国访问，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国际贸易，也许呢会劝说欧盟国家正确的看待中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和策略，那么解除欧盟某些成员国的偏见，使得中欧关系呢走出僵局，回归正常，共同呢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而携手并进，不要成为某些大国的附庸。中欧投资协定陷入僵局是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那么这个僵局能打破吗？中欧投资协定呢，这个先后持续了7年，经过35轮的谈判，
这可见呢，中欧双方呢是严肃认真的，是经过仔细谈判而达成的协议。那么中国呢，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让步，不是像有些西方政客所言的更加符合中国利益。但客观的说呢，中欧投资协议要是最终搁置的话，那么对中欧双方呢都不利。现在这个中国呢在努力的打破僵局。王毅外长会见塞尔维亚外长时就强调这个中欧呢作为世界上两大力量、两大文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呢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这呢也是委婉的告诉欧盟呢，别给美国鼓噪的与中国全面竞争论调站台了。中欧呢应该走这个合作共赢的道路。中欧关系呢能否打破僵局？那么中欧投资协议审议能否这个解冻？大概呢取决于3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中欧通过外交途径达成谅解，双方呢都取消对彼此的制裁。二是欧美呢一样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那么他们在竞争中呢出现需要借助中国力量来平衡的时候，那么中欧关系呢也可能顺次打破僵局。三呢是欧洲国家呢需要更准确的认识中国的这个发展及人权观。欧洲呢是比美国呢是更讲人权的地方，不像美国是把这个人权呢当作要挟的手段或者是工具。那么如何呢让欧盟国家的这个人们呢正确的认识中国的人权观，以及中国在为改善人权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是中欧呢能否走出僵局的一个关键。现在呢这欧洲国家对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的努力呢认识不完整、不准确，还停留在30年前，或者呢是在跟着美国瞎咋呼。那么更多的欧洲人到中国走一走，特别呢是在乡村走一走，我相信呢他们呢会改变看法和态度的。这王毅外长呢在贵阳会见欧洲国家的外长，我想呢就有这个意思。这个贵州曾经是贫困省份，88个县中有66个是贫困县，但现在呢全部脱贫了。贵阳市呢也成了中国大数据的中心，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的生动案例吗？那么看到贵州的发展，他们还会对中国人权指手画脚吗？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日公布，台湾新增266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另有校正回归89例，总计355例，连续16天新增病例数破100，并新增11例死亡病例。据台媒报道，为应对疫情不断攀升，台北市周日进行4级警戒扩大管制兵棋推演。4级警戒呢是岛内流行病警戒的最高级别，意味着要进行封城。兵推项目包括采购分流、交管、民生物资配给等等。不过，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则表示，目前并无封城打算，地方做兵推可以，但最好还是把3级警戒先做好。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表示，通过兵推找到所有可能发生问题，并要思考若扩大至北基桃适不适用。如果我们一放松，那反扑的话，你知道要重新通城，下一次不见得可以控制的这么好了。所以是这样，凡事最坏的打算最好准备。台北市政府的兵推内容大致可分为4大重点：一为交通管制范围、方法及程度；二为随着交通管制，民生物资的配给方法；三为随着疫情升温，医疗量能如何扩充以及配套资源；四为弱势民众的关怀、心理建设，包括消防及停课的配套措施也会一起演练。由于柯文哲的医生背景，因此他也考虑了快筛阳性确诊者的后送问题。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一个把问题找出来。如果我们要更严格封城的时候，我们遇到哪些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我也不认为今天会有答案的。台媒报道指，若升至4级警戒，台北跟新北步调上恐怕要一致。关于新北市升至4级的措施，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周六透露，分别为全面停班停课、停止所有聚会活动、非民生及维生行业停止营业、大众交通低度运输、管制居民活动范围及时间和维持医疗、救灾救护运作。事实上，早在去年4月，台北市和新北市就进行过新冠肺炎的兵棋推演。不过，台当局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做兵推演练并非坏事，但所谓下棋应为桌面上演练，尤其疫情严峻的现在，并不适合做大规模演习。很多的地方政府他们做了相关的演练，那我想就是说，大家心中有一个谱，那怎么样做？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那相关的一些演练跟讨论，在指挥中心也持续不断在进行，但是目前并没有封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打算。我们现在还是好好的把我们的3级警戒把它做好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会造成我们第一线医护同仁因为要执行这样的任务而有一些困扰，但是我们知道医护同仁的劳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指挥中心的决策错误。你把大家弄得团团转以后，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对的事情，要去做准备的时候，你还说这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其实你忘了，负担是你自己造成的，根本就不是我们演练造成的。台湾本土疫情升温，外界直指防疫破口在于放宽机师检疫时间至3+11，但在复盘该决策到底是谁拍板时，台当局却上演罗生门。周五，陈时中就声称是副指挥官陈宗彦主持有关会议，然而不久后就被踢爆陈时中是在撒谎，因为陈宗彦根本没有参加相关会议，谎言被揭穿后，陈时中周六才不得不改口。说成是这个陈宗彦副指挥官主持会议。那事实上我回来查了以后，那陈副指挥官并没有参加那一场会议。陈时中找补称，之前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边境督导一向由陈宗彦负责。不过当天陈宗彦碰巧有事，所以各组讨论后，隔日是用新闻稿发布调整国际航空抵台航班机组人员检疫防疫措施，由陈时中在记者会宣布。不过岛内民众对陈时中的话并不买单，很多人直呼被抓包才澄清，让陈时中反省之前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这个指挥中心他现在已经被台湾的老百姓造成了神了，他是不能出错的，他任何的错基本上第一个动作先否认，第二个动作什么？赶快就推给别人。以前是推给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你们做的不好才会造成这次感染爆发，以前都是我做的好，做的不好都是你们做的。那另外呢，他也可能推给他的部属，都是你们基层不好好努力。但是现在呢，他连他自己的副指挥官他都推下去了。3+11本来就是我们在这次社区感染爆发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错误，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决策错误。台当局糟糕的应对，也让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等人的支持度持续走低。根据台湾媒体一份有效样本量为45.5万份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针对蔡英文的施政表现，已有80%受访者表示不满意。面对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不满意度也高达74%。另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周六深夜发文质疑，在今年3月10日台卫福部门的文件中，清楚写明辉瑞 BioNTech 疫苗已通过台湾紧急授权使用，反倒是最近送达的莫德纳疫苗未提已通过紧急授权使用。没想到发文没多久，台当局疾病管制部门就火速将官网上的相关文件删除。江启臣痛批，这种行径居然如同宵小灭政一般的猥琐。江启臣表示，民进党当局借 BioNTech 疫苗抹黑大陆，到进口15万剂莫德纳疫苗，称是怕消化不完，再到发狂指控国际3大疫苗只要做2期试验就可以上市，又到拒绝疫苗捐赠，让台湾持续疫苗空窗等等。民进党这2周根本没看到防疫用心，都在说谎推脱，没有一件事情说实话。在岛内疫情恶化、疫苗短缺的局面下，到大陆打疫苗已成一些台胞认真考虑的选择。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早前统一部署，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都已将当地台胞纳入免费疫苗接种人群。台湾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周五在机场发布一段视频，称自己准备登机前往上海接种疫苗。现在正在机场要到上海去，因为台湾现在呢开始打疫苗，但是量呢不是那么多。那我们年纪大的要等到疫苗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到上海去打免费的疫苗。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呢，人在台湾，可是大陆非常关心，所以给我们台湾的同胞呢，欢迎大家去打免费疫苗。那我今天呢就动身，就到上海。当然去也要被隔离，可是隔离一段时间，那
也可以走动了。所以3个礼拜以后，那我又可以到其他地方走走。祝大家健康，谢谢。已在酒店隔离的郁慕明周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来大陆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大陆入境检疫的严密。他建议，在严格遵守出入境防疫规定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台胞不妨到大陆来接种疫苗。近日，有台湾绿媒写手被抓包，在网络社群假扮大陆网民散布谣言，再配合王定宇等绿营政客自导自演，污蔑大陆发动所谓对台认知作战。有关行为被曝光后，他们辩称是自以为有趣的反串。实际上呢，民进党当局滥用认知作战概念，只要遇到施政纰漏，不必出示任何证据，只要推给大陆发动认知作战就行了。认知作战就像是一个筐，啥难事都往里装。国台办之前曾回应表示，面对疫情，这样的套路用得越多，就越被看破手脚。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日前在脸书宣称，大陆的认知作战动到台湾疾病管制部门上，利用伪造对话方式，在台湾 PTT 论坛上发动攻击，结果论坛就开始鼓吹网友移除、封锁疾病管制部门的账号。他还声称，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尽快查处这些影响防疫及台湾安全的认知作战行为。不料周一晚，剧情却出现大逆转。有网友发现，长期在论坛上反串亲录账号的幕后人士，就是媒体写手林伟峰，而林伟峰的妻子正是民进党媒体社群中心副主任杨敏。被抓包后，林伟峰当晚就发声明道歉，并称那是自以为有趣的反串留言。台湾网友痛批，每次民进党说论坛上有大陆网军，民进党自己的网军就被抓出来，这已经是第几次了？现在被抓的还是民进党网络社群中心副主任的丈夫，实在是找不到形容词描述这些人的恶劣程度。疫情爆发以后呢，民进党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在这一次呢，是民进党亲自走上前沿，那么亲自就说指挥网军来进行这个舆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个舆论战。对于亲绿写手自导自演污蔑大陆发动所谓认知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表示，对这类没有良知、没有底线的行为，两岸网友都应同声谴责，共同抵制。近期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严重地威胁到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士迫切地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封堵防疫漏洞，一再地呼吁普筛、快筛、买疫苗，却被民进党当局贴上政治标签。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技重施，煽动网军演了一出甩锅抹黑大陆的所谓认知作战的闹剧，试图转移视线，欺骗岛内民众。近一段时期，认知作战成为台湾论坛的热门词汇。岛内本土疫情大爆发，民间传出呼吁购买大陆疫苗的声音。对此，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动于衷，还扣上帮中国进行认知作战的大帽子。那么，什么叫认知作战？台湾军方智库防务安全研究院去年曾整出了一套敌对势力对台认知作战的理论，将其定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灰色地带冲突，目的是借资讯与冲突手法，以达改变思维，进而改变行为，不受限平时与战时，会不断消耗台湾的所谓民主社会资源。在现实中，民进党当局更是滥用认知作战概念，只要遇到施政纰漏，不必出示任何证据，只要推给大陆发动认知作战就行。比如解放军进行实弹军演，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就称这是大陆的认知作战。大陆媒体报道台湾停电缺水，民进党说这是认知作战。台湾情报部门被控违法监听，民进党当局还是说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认知作战。实际上是一种愚民宣传。也是一种战术，就是通过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这样一个概念，去恐吓台湾老百姓，不让他们去接受两岸的真相，让更多的台湾老百姓对民进党当局盲从盲信，就是听他的指挥，就是给台湾老百姓洗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注意到，民进党当局这类自导自演、栽赃嫁祸的戏码一再上演，从进口含瘦肉精的猪肉到出口菠萝，从早教保护到台铁失事，只要面临民众质疑，他们就教唆豢养的网军带风向。他提醒民进党当局，这样的套路用得越多，就越被看破手脚。甩锅推责、转移焦点成了他们用的最拿手的套路，他们一直这样，以后也会这样。
只是呢，面对疫情，这样子的套路用多了呢，就越会被看破手脚。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研究中心主任谢玉。谢女士您好。民进党当局疫情防控不力，却大肆炒作所谓大陆认知作战，结果被扒幕后黑手是自己人。那么在您看来，民进党炒作的认知作战本质是什么？这个认知作战，我们看了一下，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台湾当局在一种政治臆想，在这种刻意的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的这样一种思维下出来的这么一个词。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以一种在资讯、在网络在这个舆情媒体上进行一种干预、一种干扰对方的一种思维，导致影响他的行为。所谓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域的、舆情领域的这样一种对抗性的一种作为。台湾当局把这个叫认知作战。那么实际上在现实的操作中，无论是台湾停电停水，无论是疫情溃口，无论是当台湾当局在治理层面出现一定的这种疏失，引起民间情绪的不满和反击的时候，他都把它就用认知作战来嫁祸于、推责于、甩锅给大陆。第一个，我觉得这本质上是在转移焦点转移民众对当局治理的失误和不满。第二个呢，还是继续玩弄老一套，就所谓反共抗陆，煽动起一些仇恨大陆的情绪来，实际上是要用这个呢来掩护民进党的治理和掩护那个民进党在对人民疾苦关心不够导致的这样执政疏失。更重要的，我觉得反映出现在台湾民进党当局在所有的这样问题上，它都是把大陆作为一个假想敌，把大陆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对手，他想把台湾所有的这样不满和这种民怨都引向这边来，这种思维是现在在主导了他们的，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认知作战这样一个说法。岛内舆论痛批林伟峰事件是赤裸裸的网军操作，一条龙被戳破。那么您对于蔡英文当局搞的网军政治有什么样的观察？林伟峰这个人，他本身他的家属就是民进党网络社群中心的副主任，所以本身他就是扮演着民进党的网军这样一个角色。他被抓到以后，他出来承认这是他操作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其实是自导自演的这么一场网络上的闹剧。他自己说他只不过是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一次反串而已，其实这后面还是政治意图。那他可以折射出长期以来民进党利用这样的一些绿营的网军，在台湾的网络上扮演所谓大陆派去的卧底的这样一些人员，发布一些挑动两岸对立、对话、对抗的这样一些话题，制造仇陆反共的这样一些舆情。这是他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在舆情战、在舆论战上面一种操作的一种常态。所以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当下疫情很激烈的情况下，不断的冒出来这样一些杂音，不然冒出来这样一些离奇的操作，实际上是民进党在疫情面前还是没有把防控疫情放在第一位，反而是把两岸对抗，把在台湾的这样一种政治操弄放在第一位，操弄民粹对抗大陆依然是他的这样一个主导的思想。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国会周五又操弄一项加强所谓美国同台湾关系的法案，要将所谓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但是美国对台多数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这种行为是否才更符合认知作战的定义呢？台湾民众要如何看穿民进党当局和美国合演的骗局呢？近几年呢，美国打台湾牌一系列的操作已经累计通过了10数个涉台的法案。它的中心的核心一个呢，就是通过提升美台关系来对抗大陆对台的这反独促统、大陆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些对台的政策和工作的绩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美国一贯的操作的行为。那么这次通过的这个所谓要把所谓驻美的这个办事处提升它的层级、提升它的功能，这个也已经炒作，或者说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法案呢，它本身体现了美国继续在
打台湾牌的这样一个既有的政策的道路上往前走。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总体美国就是大前提是中美博弈，在中美博弈下打台湾牌，它始终是在一个有限控制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美国也很清楚，一旦美国在美台关系方面有触动大陆底线的，也就是领土主权完整，也就是突破一个中国框架格局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那么大陆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有妥协和退让的余地的。所以美国的一系列的操作，实际上它都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破这个局。美国现在并没有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大陆呢来摊这个牌。所以我看这一轮的这样一个操作，依然是在借台湾，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来升高跟大陆对抗的这样一个要价。所以台湾实际上始终被放在这样一个马前卒的角色，这是最危险，也把台湾放在最不利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可不必见猎心喜。其实上，这样一种甘当美国棋子的做法，是对台湾最不好也是最危险的。这一点，台湾的社会、网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好的，也谢谢谢女士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导弹防御局与美国海军部队周六进行的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测试宣告失败，未能成功拦截中程弹道导弹靶弹。美国国防部这份语焉不详的通稿为何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从此次发射的标准6多2型导弹是否可以看出其针对性？石红深入解读。当地时间周六，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宣称，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当天的测试中失败，未能击中中程弹道导弹目标。对于美军方此份语焉不详的通报，到底其针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假想目标？又希望通过试验对外传递怎样的信号？来看看报道。综合路透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与美国海军部队当天进行了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舰载系统测试，旨在通过齐射2枚标准6多2型导弹，测试宙斯盾舰载系统发现、跟踪、打击和拦截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标准6多2型导弹属于美海军正在进行的海基末段反导第2阶段增强的项目，而标准6导弹是2004年在标准2 Block 4导弹的基础上展开研制的。导弹最大射程370千米，该型导弹最大特点是在系统的支持下，可以实现对飞机和反舰导弹，包括对陆攻击巡航的超视距拦截，具备超远距离防空反导能力。同时，标准6导弹还可坚持反舰作战。外界曾有分析认为，标准6导弹的最新型号即 Dual 2将进一步增强美军对超高速目标的拦截能力，也将具备拦截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事实上，标准6导弹已经和进行中段反导的标准3导弹一起构建美军基于舰载宙斯盾系统的高低双层反导体系。2015年7月，美国海军使用标准6多1型导弹成功拦截了1枚短程弹道导弹靶弹，验证了标准6导弹和宙斯盾反导系统的末段反导能力。2016年12月，美军又发射2枚标准6多1型导弹，成功击落1枚中程弹道导弹靶标，证明基于破片杀伤原理的标准6导弹同样能有效拦截速度更高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么，为何作为标准6家族中的最新型号，Dual 2为何在此次进行中程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失败了呢？美军进行的究竟是一次怎样的拦截实验呢？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俄罗斯国防工业集团相关人士日前透露，俄北方舰队22350型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计划在2021年年底之前完成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齐射试验。这种采用了成波体弹头的导弹是美国海军宙斯盾舰根本无法拦截的。美军使用计算机模拟了多次宙斯盾舰的拦截过程，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根据这一信息，美军使用此次标准6多2导弹拦截的很有可能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战斗部模拟的俄制高超音速导弹。美军呢，他认为就是以前呢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弹道导弹，所以呢，他以前研制的这些武器呢都是不断的扩展拦截这类的能力。高超声速武器呢是这2年才开始呢，进行的就是相关的试验比较多。特别是像俄罗斯在这方面呢是宣传的也比较多，一个呢是锆石，
那当然呢，它还发展了一个战略性的，就是先锋。那这两类呢，现在就是等于是把美国的原来打造的这反导系统给破功了。就是你只是针对传统的弹道导弹拦截的话，现在肯定是对这个高超声速武器呢是无能为力。这也意味着目前美军仍没有应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手段。尽管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国海军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测试用更先进型号的标准6 Block IB 导弹来打击先进机动威胁，也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中的无动力助推滑翔飞行器。五角大楼称，正在研发当中的标准6 Block IB 型导弹也能达到高超音速，旨在为美国海军提供远程反导作战能力。但该型导弹预计要到2023财年才能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所以呢，它现在呢采取了2种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呢，要加强它的拦截能力。现在呢，其实不管是标准3也好，还是标准6也好，那么现在是在把拦截高超声速导弹呢，是作为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这是在拦截方面，它是在不断的扩展它的拦截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发展自己的高超声速武器。那现在美国的不管是陆军也好，还是它的空军、海军，都是呢有多个呢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发展项目，而且呢，它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试验。虽然说失败的次数比较多吧，但是呢，可以看出来美军现在的是很着急，它呢发展的这种项目还投的钱也是比较多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目前的测试非常顺利。这款导弹计划在2022年全面交付俄罗斯海军使用。根据俄罗斯军方公布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锆石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了8马赫。美国对于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呢，其实它原来走在世界上最前列，这个东西呢本来是它最先发展的。原来它的项目也非常多，进行了多次的试验，但是都失败了。失败以后呢，美国就把它放弃了，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能力呢在世界上是最强的。但是呢，美国人呢他放弃之后呢，其他的国家呢是显然很重视的，因为这款导弹呢，他认为呢突防能力很强，所以俄罗斯呢在这之后呢，他持之以恒，最终呢他研制成功了。当俄国人研制成功之后呢，美国人现在才慌了，发现呢自己呢原来把一项的优势给丢掉了。本月25日，在索契举行的国防议题系列会议的开幕式上，将处于国家测试最后阶段的舰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与增长中的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以及高频度接收最新型的武器和军用设备的俄海军相提并论。而普京在本月20日也曾提到过锆石，显示对这一大杀器的重视和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俄美双方都提到战略稳定和军控将是此次俄美峰会的主要议题，甚至是双方唯一能有实际成果的议题。而在此次峰会前，美方搞所谓中程弹道导弹拦截测试，以及俄方高调展示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战略力量，就显得耐人寻味。对于俄罗斯来说，他显然是会把这个当成很大的一个筹码，因为俄罗斯呢，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要跟美国进行相比的话，差距太大。但是呢，在军事领域呢，俄罗斯还是呢可以和美国呢去进行谈的，因为它的战略武器方面呢，它是可以呢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此外呢，它的高超声速的武器现在也是呢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是拿这个呢是一张王牌，